乌军大规模攻击萨拉托夫空军机场，一个大型航空燃料库被点燃。乌克兰海军创造历史，俄罗斯一天损失5套防空系统，价值3.5亿美元，为 F-16前线作战开辟道路。前线战况中了乌军火力陷阱，北朝鲜精锐特种兵4小时全军覆没。完了，俄国的坦克快打光了。2天打光一个旅，乌克兰总统攻势下，俄军伤亡急剧飙升。乌军喜迎海战神器，新型小型无人艇黑寡妇2下水测试。美国将宣布最大规模军援计划。国内抖音博主发了一条俄罗斯征兵广告，520万卢布，约合40万人民币的费用，竟然导致俄国征兵电话被打爆。博主抖音接到近1000条私信，最后博主无奈又发视频，呼吁大家冷静，不至于为了区区40万拿命去换。聚焦战场动态，剖析地缘争端，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远山。视频制作不易，请您尽量看到最后，并给我们点赞留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最新消息，乌军大规模攻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的空军基地。俄媒 Astra 的报道称，当地时间1月8日凌晨，乌克兰部队向俄罗斯东南部的萨拉托夫一带发射了密集的无人机。乌军率先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区域的恩格斯空军基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军的防空系统展开了激烈交火，萨拉托夫彻夜响声不断。但事后看来，这波攻击还只是一个前奏，紧接着就传来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恩格斯基地里面的一个大型航空燃料库被点燃，多个储油罐燃起熊熊大火，伴随剧烈爆炸。萨拉托夫州长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现场画面显示，基地周围已笼罩在一片大火之中，不断朝天空飘着浓浓的黑烟，在夜间都清晰可见。当地目击者甚至表示，在恩格斯空军机场一带听到了30多起爆炸声。俄方随后也回应了此事，证实萨拉托夫遇袭，但没有透露恩格斯基地的更多消息。据悉，萨拉托夫州的州长萨尔金表示，俄军的防空部队击落了全部的11架无人机，但他们的残骸又一次带来了破坏。恩格斯机场作为俄军战略轰炸机驻扎的重要基地，此前就遭到过乌克兰的多次攻击。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1月，乌军向恩格斯空军机场和附近的油库发动了远程打击，破坏了机场的跑道设施。而在去年8月，乌克兰的空袭更是迫使恩格斯机场内的4架图95远程轰炸机紧急起飞撤离。长期以来，俄军的图95都是从这里起飞，朝乌克兰境内发起袭击的。现在它正越来越成为乌军的重点关注目标。大家看看，除俄罗斯等少数防空严密的大城市之外，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基本如入无人之境。在乌克兰长城无人机产量井喷的情况下，今年俄罗斯本土的烟花秀一定会非常好看。只要有此类不看白不看的免费烟花秀，我们都会向大家及时转播。1月6日周一，乌军创造了一个现代战争史上的历史，一天之内打掉俄罗斯5套防空系统，价值3.5亿美元，给急于在川普就职前创造优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最新的沉重打击，以至于现在俄罗斯电报频道一片哀嚎，纷纷感叹道：他奶奶的，这仗还怎么打？而乌克兰军方则可能正在展开一场旨在削弱俄罗斯防空能力的行动，一旦成功，将使乌克兰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F-16 战机等空中力量来打击俄军。俄罗斯损失的5套系统包括3套铠甲 S-1 防空导弹和火炮系统，1套 OSA 防空系统以及1套 S-300 防空系统，其中3套是被乌克兰海军摧毁的，2套被乌克兰南方部队摧毁。在周一的战斗中，没有航母也缺乏导弹驱逐舰的乌克兰海军功不可没。新闻周刊称，
乌克兰海军摧毁的这3套系统，2套部署在克里米亚，1套铠甲 S1 部署在赫尔松地区。海军使用无人舰艇的无人机平台与导弹结合，在混合袭击中先后摧毁了这3套防空系统。乌克兰国防军称，随着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乌克兰将继续瞄准俄罗斯珍贵的军事资产，以争取主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人士此前评估，乌克兰军方可能正在展开一场旨在削弱俄罗斯防空能力的行动。一旦成功，从长远来看，这将使乌克兰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人驾驶固定翼空中力量。ISW 这里说的有人驾驶固定翼空中力量，指的就是乌克兰空军从盟国获得的 F-16 战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要让 F-16 在前线顺畅飞翔，必须先打掉俄罗斯的具有威胁性的防空系统。铠甲 S1 为机动野战短程防空系统，旨在用于对抗飞机、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并支持其他防空部队抵御更大规模的打击。据悉，该系统价值约为1500万至2000万美元。俄罗斯的黄蜂 OSA AKM 防空导弹系统则具有半主动雷达制导功能，高度的移动性和两栖性。它带有4枚 9M33 导弹的战斗车辆，带有发射、制导和侦察装置，以及带有8枚导弹的运输和装载车辆，价值1000万美元。另外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每套价值 1.5 亿美元。由于在士兵规模上乌克兰处于劣势，所以在长达3年的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军队擅长使用人肉战术，乌克兰则主要使用导弹无人机组合的空袭战术。使用空袭战术首先必须突破俄军的防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所以乌克兰军队越来越多地将目光瞄准在俄罗斯先进的防空系统上。周一的损失标志着基辅军方的战术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战术也是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越来越有效地给俄罗斯造成资产和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来看前线最新战况。红军村方向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集结了15万大军，是要将其拿下，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过去24小时，红军村前线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乌克兰无人机持续攻击俄罗斯的后勤弹药补给车队，这是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击中了一辆满载弹药的俄罗斯补给车辆，引发弹药殉爆的场景。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次机械化进攻，摧毁至少20套俄军装备和大量人员。一群俄军试图徒步穿过空地攻击乌军阵地，很快就被第110旅的无人机全部送走。而乌军的地雷也在阻止俄军的反扑。前方流出的视频显示，俄军的 BMD-4M 战车就在维克托罗夫卡附近，直接被反坦克地雷引爆。托列茨克前线，俄罗斯军队最近在托列茨克西北部推进，可能打算利用他们在托列茨克西北部的进展，向托列茨克和舍布尼夫卡以西推进，沿着 T05-16托列茨克科斯蒂扬尼夫卡公路向乌克兰堡垒带最南端的科斯蒂扬尼夫卡推进。不过，除非俄罗斯军事指挥部从其他前线地区增援该地区的现有部队，否则俄罗斯军队不太可能给科斯蒂扬诺夫卡带来重大威胁。赫尔松地区，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乌军最近几天积极轰炸金伯恩沙嘴，而且俄乌还争夺第聂伯河中间的岛屿，这个方向和扎波罗热方向的战斗也激烈起来。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公告称，昨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位于别拉亚附近的俄军第810独立海军陆战旅的军事指挥所进行了精确打击，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战果。前线战事方面，俄乌两军各有胜负。根据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罗曼诺夫的说法，俄罗斯军队已经夺回了一半的俄罗斯波切奇诺。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则推进到了波格雷布基，战斗正在进行之中。乌军第252营的士兵俘获了来自第40海军陆战队的4名俄军士兵。乌克兰80旅的一辆史崔克战车在战斗中打光了所有携带的弹药，于是向原始功能回归，追逐并撞击俄军士兵。有网友评论道：
球被撞的这个俄罗斯肉虫的心理阴影面积。2025年1月，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方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击，击溃了北朝鲜特种兵部队，暴露出俄朝联军在现代战争中的致命弱点。乌克兰军方公布的照片显示，在库尔斯克东部山区的森林中，散落着大量北朝鲜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血迹斑斑。这些属于北朝鲜人民军中最精锐的特种兵部队，却在突袭任务中遭遇乌军火力陷阱，几乎全军覆没。战斗仅持续了不到4个小时，结果令人震惊。乌克兰利用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自动榴弹发射器，对北朝鲜士兵的步兵阵线进行精准打击。由于缺乏装甲防护，俄朝联军几乎无法抵挡这样的攻击，仅依靠摩托车、电动车和4轮全地形车等轻型装备在战场上移动，暴露了极大的脆弱性。根据情报，北朝鲜自2024年底起，陆续派遣约1万名士兵支援俄罗斯，其中包括大量特种兵。他们搭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舰艇抵达海参崴，并被分配到俄罗斯的陆战和空降部队。北朝鲜士兵参与此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累积实战经验，但语言和文化障碍使得他们与俄军的协同作战困难重重。在昨天的战斗中，乌克兰特战第8团还缴获一台170毫米 Coxswain 自行火炮系统。除了派遣精锐特种部队，北朝鲜的170毫米 Coxswain 自走炮系统也被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积极使用。泽连斯基在1月5日的采访中表示，在库尔斯克州已有3800名朝鲜人员死伤。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1660人，俄军战损突破80万。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2024年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伤亡人数为42万9660人。2023年总伤亡人数为25万2940人。此外，俄罗斯军事人员损失在2024年12月创下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月损失4万8600人。而2025年1月，俄罗斯很可能继续维持高伤亡率，因为他们仍在使用步兵在多个方向发动进攻。而根据的开源网站的数据，过去几天乌克兰的装备损失也有所增加。其中1月6日损失最大，与俄罗斯的装备损失大体相当。此前，俄罗斯的损失通常为乌克兰的2至5倍。近期，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了被称为“总统攻势”的大规模反击行动。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集结14个旅，对俄军展开反击。当日俄军伤亡人数从此前的日军1300人飙升至1700人。然而，乌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暖冬导致的泥泞地形、补给困难，以及大量新兵缺乏训练，严重削弱了乌军的作战能力。相比于此前的伊久姆大反攻和闪击库尔斯克的成功，这次反击显得准备不足。俄军以超过6万兵力形成3面包围，火力优势明显，使乌军难以突破防线。有分析指出，乌军的反击更多是为了向西方展示决心，而非实现战场转折。最近几天还有消息证实，俄军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的交通问题。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俄军开始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等占领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收缴行动，目的是收缴一切可以移动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和摩托车，甚至还包括电动滑板车和双人自行车。事实上，早已经有人分析，俄罗斯的坦克在此次战争中已经严重消耗，而由于西方的制裁，俄国缺乏生产先进坦克的车床和零配件，这使得俄军不得不开始使用 T-72 等上个世纪的老式坦克。从苏联时期开始，俄军就有2个最著名的标志性武器，一个是坦克，还有一个是大炮。而俄国人的坦克和大炮的性能倒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数量一定是最多的。大炮兵主义和坦克的钢铁洪流就是苏军的2大制胜法宝。如今，这2大法宝也被俄国人带到了这次乌克兰战争中，但现在的俄军不仅是几乎把炮弹打光了，大炮也几乎快打没了。俄军现在的炮兵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朝鲜的主体思想大炮和炮弹。至于坦克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开战初期，俄军的坦克被标枪导弹开合后，炮塔飞上天，几乎成了这场战争中的笑料，
甚至有人搞了一次评比。据说，俄军某架坦克的飞行高度和距离都打破了世界纪录。除了标枪导弹之外，在长达35个月的战争中，乌克兰使用的各种无人机，也属实让俄军的大规模坦克进攻几乎成了自杀行为。连俄国的宣传人员自己都承认，每次俄军试图用装甲车进攻时，结果都是被消灭。数据显示，乌克兰在2024年共摧毁了3000多辆俄罗斯的坦克和9000辆装甲车。目前，俄军在前线使用坦克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而乌克兰方面，据报道，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已向乌克兰交付了首辆 Kf-41山猫下一代步兵战车，用于作战测试。在此之前，莱茵金属公司已在乌克兰建立了多条生产线。福布斯记者大卫·埃克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坦克被击毁，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无法前进，他们可以抛弃装备，徒步进行肉体攻击。”这种说法当然是种调侃，但也说明这俄军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人海战术，既是一种落后的作战观念，也是因为装备不足的迫不得已。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乌克兰针对俄军开办的“我要活下去”热线，已经接到了5万名失踪俄罗斯士兵家属的寻人请求。这表示，俄军实际的失踪人数至少为10万人，而根据一般的战争比例计算，这意味着俄军至少已经阵亡了30万。乌克兰国防军正在测试新型小型无人艇“黑寡妇2”。这种水上无人艇长约1米，重8公斤，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航程可达10公里，能够在夜间运行，并且能够携带高达3公斤的有效载荷。该船的成本约为1200美元，生产能力每月生产多达100艘。另外，乌克兰即将获得另一款第3代水平的战斗机——法国幻影2000。那么，该机能成为乌军扭转局势的救星吗？据《环球时报》援引基辅邮报报道，法国为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培训计划已结束，为这些先进的法制多用途飞机的交付铺平了道路。法国论坛报此前透露，乌克兰首批可能将接收3架幻影2000-5F， 在今年上半年预计可以获得6架战斗机。幻影2000-5F 是幻影2000C 的改进型，与幻影2000C 采用的 RDM 和 RDI 雷达相比，幻影2000-5F配备了性能更好的 RDY 雷达，对战斗机类型的空中目标最大探测距离能达到130公里左右，可同时扫描24个目标，跟踪8个目标，并引导4枚导弹攻击。此外，该雷达增加了对地攻击模式，结合光电吊舱，可挂载激光制导炸弹、空地导弹和空舰导弹。幻影2000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17.5 吨，作战半径约1200千米。全机拥有9个挂架，机身下方5个，机翼下4个。执行防空任务时，可挂载米卡系列中距空空导弹、魔术系列近距格斗空空导弹。执行对地、对海攻击任务时，可挂载 AS-30L 空地导弹、飞鱼空舰导弹、铁锤和宝石路系列制导炸弹，以及斯卡普空底巡航导弹等，具备较强的多用途作战能力。总体上看，幻影2000-5F 性能与 F-16C-D 战斗机处于同一水平，高于早期第3代战斗机，但又低于后期出现的3代半战斗机。目前，法国空军装备有26架单座型的幻影2000-5F 和65架双座型的幻影2000D。此外，还有一批早期型的幻影2000C， 退役后被法国空军封存备用。据称，幻影2000-5F在交付乌克兰之前，将配备新型电子防御设备以及未公开的改装项目，使其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相应的改装工作将在法国西南部的卡佐进行。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培训工作仍在继续。幻影2000-5F 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出色的高空高速性能，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2.2 马赫。实用升限16470米，这2方面的数据都优于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提供的 F-16AM/BM 战斗机。但是幻影2000-5F 配备的米卡中距空空导弹射程只有50公里左右，低于 F-16配备的 AIM-120 导弹，在俄军 R-77 导弹面前也是落于下风。
加上战机数量屈指可数，因此若用于争夺制空权，胜算并不多。因此，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最大用处还是在北约的情报支持下，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或自杀式无人机，提升防空能力。幻影 2005F 对于乌军来说的另一个用途是当作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该机可携带斯卡普 1G 巡航导弹，这是一款由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空射巡航导弹，法国命名为斯卡普，英国命名为风暴阴影。导弹采用隐身设计，射程超过450千米，命中精度在5米以内，可精确打击包括指挥所、机库和桥梁等在内的各种高价值地面目标。对于缺乏装备的乌克兰空军来说，幻影 2005F 的到来能解一些燃眉之急。不过实话实说，首批6架数量太少，只能说聊胜于无。从 F-16目前在乌克兰的表现，也能一窥幻影 2005F 的命运和对冲突的影响。平心而论，在俄军优势空中力量面前，20架 F-16不足以对战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况且，乌军 F-16飞行员是速成班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在冲突情况下，1年多时间形成的战斗力，其水平可想而知。20多架 F-16难以破坏俄军指挥系统，摧毁其后备力量，截断其部队和物资运输，同样也不足以保护乌军目标免受俄方空中发现和打击，完成空中侦察和电子战任务。有分析认为，乌克兰为此至少需要200架 F-16，并且还需要预警机能编入攻击机群的电子战飞机和专门用于打击敌方防空系统发射阵地的 F-16机队。拜登在即将离任之际，突然大幅度增加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悉，白宫即将宣布对基辅最大规模的一项军援计划。美联社报道，西方各国将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支持。其中，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更是准备为基辅送去最大程度的援助，资金将是拜登政府以来最多的一次。按照原计划，白宫目前还剩下约40亿美元的资金未动用。尽管外界普遍分析，这笔钱不会在下一次的巨援中全部打包出去，但预计也会有不少。对于基辅来说，这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笔援助。实事求是地说，拜登在任期的最后时刻确实加足了马力军援乌克兰。无论是资金的力度，还是武器的选择，乃至解除远程导弹的禁令，都给俄乌战场带来了不小的改变。当然，如果这些改变来得更早，恐怕现在战争的走向又是另外一副局面了。此外，五角大楼还会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讨论乌克兰未来国防能力的建设。初步信息显示，美国准备在2027年以前为基辅建立一支可靠的威慑力量，以保证日后的安全。如果该计划最终落地，无疑将是长期的支持，这应该会被视为俄乌和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国内，他们的贸易在2024年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据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透露，去年乌克兰的出口额已超过了410亿美元，商品重量达1.3亿。这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而乌军在黑海制海权的加强，则是能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因素，因为有超过9700万吨的货物都是从港口运输的。显而易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撤离和乌克兰海军的重建和迅速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